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月亮会影响我们人的磁场吗？我觉得会。那刚好11月5号的21点19分的前后，我们也迎来了今年的最大的月亮，也就是传说中的超级月亮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？每当满月的时候，总觉得身边的人好像有点不一样。比如说会变成狼人，有人会睡得格外的浅，有人情绪莫名起伏会很大，甚至老一辈人也常说这种月圆之夜是非多。这月亮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吗？连生育率、犯罪率都能影响吗？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藏在星空里的隐形影响者。听完再看看月亮和你的生活有多深的关联。永远不要停止思考。我是阿一，我是娜娜。早在10几年前就有科学家们关注到月亮和犯罪率的关系了，但最新的研究发现这里边藏着某些真相。2025年的综述研究显示，满月期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暴力发作率会提高1.8%。那你觉得普通人会受这个的影响吗？那我感觉其实每个月会有那么几天的睡眠是有点不太一样，是不是跟月亮有关系？这其实上也是有实验室的硬数据支撑的。当代生物学期刊就发表过一篇严格控制的实验，瑞士巴塞尔大学的科学家们把33个健康的人关进了没有自然光的实验室，监测发现满月前后他们的深度睡眠，也就是非快速眼动睡眠，脑电图活动直接下降了30%，入睡时间平均推迟了5分钟，总睡眠时长减少了20分钟。更神奇的就是，就算把窗帘严格的拉起来，隔绝了月光，人体内的褪黑素分泌还是会跟着月相波动。这可能就是远古人类对于月光警戒机制的进化残留。这一点你应该知道。那说到警戒机制，是不是同样对性别会有不同的影响？对，性别的差异也存在。整体环境科学期刊的研究就指出，月球周期对于男性的睡眠质量的影响比女性的要更大，尤其是超级月亮的前后，门诊中超过40%的患者会主诉入睡困难、夜醒频繁。这种情况在作息规律的人群和老年人中更加的明显，他们对节律变化的敏感程度就是普通人的2到3倍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对情绪方面也是会有影响。是的，比如说像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，可能对这个会特别敏感。对，没有错。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托马斯·维尔团队做过长达37年的跟踪研究，发现17名双向情感障碍患者的躁狂或者是抑郁发作，大多集中在满月或者是新月的阶段。维尔解释说，这和月相影响睡眠质量有直接的关系，而睡眠不足正是躁狂发作的重要触发因素。更具体的就是激素层面的变化。满月时候呢，褪黑素分泌会下降，皮质醇会升高，两种激素的失衡呢，会让抑郁症患者更容易陷入情绪的低谷。这种影响呢，在城市和没有电的社区都存在，那就排除了心理暗示的可能。那其实像我想起来前2天我们俩看的一个剧里，在满月的时候，然后孕妇集体生产，记得吧？是的。那是不是满月真的会影响生育这一点？或者说老辈子说的月圆的时候受孕率会很高，是有没有这个可能？那关于这个问题，其实上是在2025年就有一篇覆盖了7个国家、21项研究的综述显示，绝大多数的大规模调查都没有发现月相和出生率的关联。比如对北卡罗来纳州的56万例分娩、亚利桑那州16万例自然分娩的分析都没有找到相关性。但是我们身边有一位朋友，刚好就是在今年的最大的月亮超级月亮这一天选择生产。但是呢，月经周期和月相的关系就要更复杂一些。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对176名欧美女性的研究发现，2010年 LED 照明和智能手机普及之前，很多女性会在满月或者是新月的时候行经，但2010年后这种同步性基本消失了，只剩1月份还有微弱的关联，而且同步性会随年龄下降，35岁以上的女性只有1/10还能保持这种关联性。那人造光源的暴露就是关键的影响因素。美国医学协会的报告显示，圆月之前的前后1周，88名心脏病人中有64%发生了心绞痛，而其他的时间段这个比例仅仅只有24到33。更意外的是，太阳、地球、月亮连成一条直线的时候，消化道溃疡出血的发生率也会明显增多。这背后可能是因为刺激了激素波动引发的血管收缩有关，但是具体的机制呢，还是在研究当中。不过可以确认的是，月球引力并非是主因，它对人体的作用远远弱于日常活动中的影响。
哦，那人类对月相那么敏感，那到底来源于什么呢？我好像听过一个词叫月亮生物钟，是吗？对，太阳也有一个生物钟，月亮当然也有，现在已经证实了它的存在。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席尔瓦费雷博士团队发现，人类体内有月循环时钟，可能存在于下丘脑，和控制昼夜节律是同一个区域，以分子水平进行运作。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研究则更加的直接，这个29.5天的周期系统不仅仅影响睡眠、月经，还会调控我们的认知功能。就像拉加帕戈斯的海洋蠓会结合昼夜与月球信号安排繁殖，人类的这套系统也是进化的产物。在这里也跟容易受到月球影响的小伙伴分享几个调整睡眠的小技巧。睡眠敏感的人在超级月亮的前3天就应该佩戴遮光眼罩，这会比普通窗帘减少30%的褪黑素抑制。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呢，满月前后要保证比平时多1个小时的睡眠，能降低27%的发作风险。女性经期不规律的，可以减少夜间 LED 灯的暴露，帮助你的节律进行校准。那么我回到开头的那个疑问，月相和普通人的犯罪率这个问题。普通人的犯罪率其实上与月相并没有显著的关联，这就是跟犯罪率相关的研究结论。不过更关键的是关于癫痫发作的研究。表面看满月的时候发作次数是减少的，但控制夜空清晰度之后发现，真正起作用的是环境亮度，而非月相本身。最后想问问大家，你有没有被月亮影响过的经历？比如说满月的时候特别的精神，刚好在某一个月相的时候又有了特别的际遇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，让我们看看月亮在不同人身上留下的奇妙印记。永远不要停止思考，我们月光下见，各位，拜拜。拜。